大家好，我是九妹很交龟带来的呢是台北的美食企划。因为我前一阵子发现说，我拍了这么多美食的影片，那我自己住在大台北地区，我住新庄，但反而比较少拍台北的美食，所以今天就决定要来做一集。那这一集很特别，因为刚好昨天是米其林的必比登推荐2019的推荐，总共发布了12家新的必比登的推荐。那跟大家讲什么叫必比登？必比登你可以把它看作是平价的米其林，因为通常米其林餐厅1星、2星、3星都很贵，但是必比登推荐它会刻意挑每个城市相对平价的美食哦。那我们今天呢，第一家要各位带来的是我在大同区，我背后已经大家在排队，叫做卖面盐仔。这间店呢，除了它必比登有推荐之外，事先也有很多的网友说是他们从小到大吃的店，因为已经开了70、80年，已经卖到第3代，然后很多人在排队，我们马上的去排队等一下吧。好，各位，我们已经点到菜了，但刚刚大概等了，其实没有等很久啦，等了20几分钟，比我想象中的快。但是听说晚一点，就是11点、12点，他们生意会更好。那现在要试的是几乎每个人都有点的红烧肉，也非常多人推荐这间店的红烧肉。我们先吃没有沾酱的部分。哇，大家看到这个肥肉跟酥皮的分布很漂亮哦。它本身的肉就有一点甜味，它的那个腌料，然后还有那个饼皮就是甜的，然后吃起来很 Q 哎，当然还是有点油，可是不会到过油，没有那个油耗味，很棒哎，好好吃哦，超好吃哎。接下来要配的是它的汤面，那这间店有干面也有汤面，听说面也很便宜，听说只要20块，我不知道真的假的。如果是20块，就真的太扯了，我还没有结账，因为他们说吃完再结。它的面就是正常带一点油花的汤，然后有一些豆芽菜。汤面的部分，我觉得老实讲蛮普通的，可能要再加一些酱料，口味才会够重。但是考量到售价的话，我觉得没什么好嫌。但是红烧肉真的是一绝，超棒！这红烧肉吓到我，我很愿意每天路过都外带。那这间店应该一直都要排队，然后上了必比登之后，可能又要排更久，大家尽量早点到，因为它只营业到下午3点。这间店呢，他们也有人推荐猪心跟猪肝，只是因为今天一整天预计想要吃蛮多间的必比登，所以我们就每间店都点少少的。接下来我们准备去下一家店吧。接下来我们吃的第2间餐厅叫做都一处，那它的位置呢是在市政府的正对面。这一间是呱吉推荐我的，因为呱吉说他现在市议员嘛，他说他现在在对面开会，没空来跟我们吃。然后我查一下评价也很高。那这是一间北方菜、北平菜，非常的有历史，然后连店员跟我讲话都有一点点的那种北京腔啊，北京腔，我觉得很酷，外省菜。那我们先点了第一道，这个是很多网友推的炸丸子，很酷哎，我很常吃贡丸，但是做成这种形式的真的是第一次吃到。就是猪肉馅儿啊，猪肉馅儿，因为是炸的，所以它的外层是酥脆，但里面并不是那种很崩的贡丸。第一口吃下去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的油腻感，可是呢，中段之后呢，那个猪肉的香气很棒。那他有特别跟我讲说有椒盐可以沾啊，这个要配个啤酒或者可乐啊，就会很爽。这种炸物，好爽啊！配个沾个椒盐。蛮好吃的哦。紧接着要吃的第2道菜叫做打脸火烧，这是一个很酷的名字，因为我以前有看一些大陆作家写的一些小说，里面就有提到火烧是类似北方菜。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象说火烧听起来像什么火锅，它听起来很像什么煎饼，但没有想到火烧是长得有点像是加大版的锅贴的感觉。那我们来试试看哦，好大条哦，而且其实除了长之外，厚度也是蛮厚的哦，不知道会很烫，你试试看。哦，有汤汁，有汤汁，差点滴出来。哇，它这个火烧的饼皮哦，一咬下去的瞬间，你就知道这一定是很北方、很北方菜的感觉。饼皮炸得很酥脆，它里面的馅呢有猪肉、葱还有虾仁，而且这虾仁蛮大块的，吃起来蛮过瘾的。皮比我想象中的薄，然后馅料很饱满。那有虾子是一个亮点，但是它吃起来就会跟我们有时候买那种猪肉馅饼、牛肉馅饼一样，
它的油腻感就会比较重。相较之下，这个炸丸子的油腻感还好一点点，也算是很有特色的料理。最后我们要吃的呢是店员推荐我们搭配点的，就是画面中的这个芝麻酱烧饼搭配酱猪肉。那我就先咬一口烧饼，然后再吃一口它的这个酱猪肉试试看。这烧饼配的猪肉吃其实很特别的层次。第一口咬下去是芝麻的香气会先整个爆开来，但是的确如果单吃它的烧饼会觉得过干，所以一定要搭配这种比较湿润的料理一起吃。那它的这个酱猪肉呢，其实大部分是瘦肉，没有到说油花很肥美的感觉，但它很特别的是它的酱料。它的酱料其实并不是一般我们会吃到台菜那种酱油底，然后也不是辣的，它有一点点的茶香，很特别的酱，很特别的酱。我们吃的这3道，就是这3个组合都是很特别的北京菜。各位，我刚刚的吃法，店员说其实可以夹在一起，我刚才发现果然呢，这个烧饼他有帮我们切好，所以我们把它夹在一起，类似汉堡这样吃吃看，好不好？来，这样子，这样吃看会不会比较不一样？夹在里面吃的感觉又就是烧饼的那个里面饼皮的扎实感的感觉又更多了一点点，但我反而比较喜欢我前面刚刚讲的，先咬一口烧饼，再吃猪肉，那个感觉我是觉得比较喜欢的。但这个就很主观了，看人。各位，我刚刚有特别的问了一下店员，然后他说其实这个不是一般的酱汁，这个叫肉冻，然后他们说就是肉熬煮到非常烂的时候就会变成这种胶质的形状，所以这解开我的疑惑，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个酱猪肉它肥肉的部分比较少？因为其实一部分的肥肉已经变成这个肉冻了。那我也有问说，为什么吃起来有点茶香？店员就有讲说，在香料的搭配上是只有老板才知道的，就是秘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隐约有一点茶香，但详细有没有，他们也不敢保证。这样，那综合来说，我觉得兜一处的餐点都非常有特色，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拍摄就我跟摄影师2个人，所以我们没办法点很多道菜。这间餐厅应该是比较适合4到6个人，就可以点很多道菜，什么都吃一点点，应该会是最开心的状态。好，各位，接下来不得了，我们邀请到这个在台湾美食圈也是非常有名的呱吉陪我们吃这一家。啊，真不好意思，被这样称呼我有点害羞啊。不，因为我觉得你也是算是非常会描述食物的人。然后呢，我们这家吃的是在仁爱路上的天下三绝，是很有名的牛肉面店。不过刚刚有问过呱吉，说这家你也没吃过。你作为老台北人也没。OK， 台北市的牛肉面真的是多如牛毛，而且每个人喜欢的，对，每个人都有心里最喜欢的一家牛肉面店。然后你只要讲起这个话题，大家一定会吵架的，一定吵，就没有一个什么，没有标准答案。对。然后这间天下三绝，它有一个招牌的天下三绝牛肉面是有4种部位的，但是已经卖完了，生意太好，所以我们点到的是我的也是有牛腱跟牛筋的。然后呱吉的这个是牛小排，对，先让呱吉来吃跟形容好。好，我们先喝一口汤好了。你知道我看过一个叫拉面心理学的东西，他说如果吃面的时候啊，先喝汤跟先吃肉跟先吃面的人个性是不一样的。先喝汤的人个性最坏，然后呢，先吃肉的人个性最好。我先吃肉，你呢？我是先喝汤的。我是真的会先吃肉。虽然看起来是比较清炖的清炖感觉的一个汤头，但实际上来说，它的牛肉味非常的浓郁，所以还是非常好喝的一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深度的一个汤。而且我刚刚有查资料，他说除了原本的清炖之外，他有加了4种番茄，所以其实有一点点果香，番茄的果香。因为我们拍摄稍微拖延了大概30秒到1分钟的时间，但尽管有点拖延，但是面条仍然是非常的有咬劲，所以我觉得煮的算是不错。你是喜欢面条比较硬的那种的？我的是家常面，也蛮 Q 的。我说真的，因为这家店虽然有点贵，但是问题是，这个是属于那种我每个礼拜都会想要吃的那种类型。真的假的？所以这个是你 OK 好吃。但如果你是点它一般版的话，我记得是看是200多块啊。200多块算280。对，280。在台北市的牛肉面来讲，还是算贵的。因为考虑到这个装潢，它也是有点接近馆子了啦，也不算是一般那种很大众家常的牛肉面馆。约会应该也是可以来这里。这个牛小排肉啊，虽然乍看好像有点咬劲，比较不好咬的感觉，可是我稍微一剥，它整个骨肉就分离了，整块掉下来。这样很好，这样很好。对。我的牛腱肉也是属于很软，不会那种
因为我吃牛肉，我很讨厌那种吃完要一直剔牙，很麻烦。这个不用，这个算是很软的。那我想要加一点它的辣椒看看，因为它是清炖，的确口味比较清淡一点。其实我觉得它不加辣椒也很好吃，但是我个人因为喜欢吃辣，而且我觉得辣油啊做的好不好，其实我觉得也是会影响到一个店家我的辣油很关。对，很多牛肉面店会兼卖豆瓣酱。对，是，它还有加上白芝麻在里面，所以对，它辣椒有白芝麻哎，好酷哦！它有很好的做到提味的一个效果。我吃一下你的牛小排。可以。要不要吃我的腱子肉？这样有一种情侣感。我们本来这边再加一点牛油。我们本来只打算就是2个合点1碗天下3绝，但是后来天下3绝卖完。对。我觉得你牛小排好棒哦。对，好吃对不对？它的就是它靠着骨头的那一块筋，吃起来不会说咬不烂，然后很舒服的情况下可以咀嚼下的。好吃的，我觉得你的比我更好，你的肉比我更好，表现比我更好。哇，好爽！它加上牛油也很好吃。它的另外一个招牌是排骨，排骨好像那种很有名的便当店会给的排骨，你这生意很好的便当 OK 店。我喜欢这种有带骨的地方。而且我刚刚瓜姐问我，这个都最后吃哎。我最喜欢那个排骨就是有带骨的味，因为你知道其实，肉如果你烤肉的时候啊，有带骨的那个肉跟没带骨的肉烤起来味道其实是不一样。带骨的味道其实会比较香，所以我喜欢有骨头的这一块，然后这样啃。虽然我知道的确啊，这个地方吃起来是比较麻烦，可是我刚刚吃应该是好啃的哦，因为我吃那块也是很轻松，跟牛肉一样是很轻松就咬下去 ，juicy， 超赞。是真的很好吃，因为它面衣很薄，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到，几乎没有面衣的感觉，完整的就是那个肉汁肉味都是保留在这个面衣底下，我觉得真的很好吃。但我最爱的是你的牛小排，肉的部分啦。真的好吃哎，这吃不了。所以这家扣掉价格，对于学生族可能有一点点退却之外，我们2个是都蛮喜欢的。真的好吃，不开玩笑。好啦，那谢谢瓜吉，因为他待会还要赶行程，所以现在加了又会回到我自己吃的状态。再次谢谢瓜吉，喜欢他的话可以去看他的个人频道，有很多美食的影片。好 ，OK，谢谢。最后一间呢，我们来吃的是非常多人留言说很好吃的阿成鹅肉，然后就在吉林路上，生意超级好。然后我刚刚来的时候也超多间媒体在拍的，那它最少就要点200块的鹅肉，所以大家看到我手上这个是200块的分量，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运气好，还是说他都会这样子给。他给我的鹅肉部分都没有骨头然后感觉都是油花算肥美的部分。我们先来吃吃看。我觉得一开始在咀嚼的时候是鹅肉瘦肉的部分，其实口感很扎实，但不会柴。我觉得它刚好介于在一个不柴的瘦肉介于不柴的一个临界点上，控制得很好，然后烟熏的味道也不会过重。有些人喜欢很重的烟熏的鹅肉，但它的烟熏味算是淡淡的烟熏味。那听说它招牌的酱也很有名，我们来加一点它的这个胡椒酱，来抹一点点。它沾酱之后，整个味道就很南部口味咯，就是烟熏再加上那种甜辣，其实不会辣，大部分是甜的味道的感觉。我其实自己会更喜欢不沾酱，但是我看了很多人的推荐是他们喜欢沾酱，这个就主观了，看你们大家自己的选择，反正可沾可不沾。我现在是真的很饱，不然它算是以这个价格带来讲非常值得买的鹅肉哦。除了鹅肉之外呢，我刚刚也有问店员说这边还有什么值得点的，那店员推荐包括他们的鸭血啊、麻辣臭豆腐都不错，但是因为太饱了，所以我只有点它的这个香肠。它香肠超酷的，大家看有没有看到里面有点黄黄米白色，这个不是大蒜哦，这是杏鲍菇香肠，不知道口感怎么样，我们来吃吃看哦。很香，第一口咬下去，主要的感觉前段是香跟甜，然后咀嚼一阵子之后呢，其实大部分都还是一般香肠好吃的香肠的味道，但是在很尾段，你在咀嚼的时候很尾段的时候，杏鲍菇的口感会进来，然后还有一点点的杏鲍菇的香气，但是90%吃起来还是跟香肠是差不多的。哦，这是招牌哦，太客气了啦，谢谢。各位，我们本来没有点鸭血，可是呢，店长因为说他有订阅我频道，所以刚刚很热情的招待了我们一份鸭血，说是招牌，那我们来试试看。那我个人对鸭血其实是很严格的，就基本上对我来说，好吃的鸭血可能要到像什么老四川啊、鼎旺的那种等级，我才觉得好吃。我们来试试看。
它鸭血很厉害，它鸭血的味道是很浓郁的，然后辣是麻辣的，它大概到中段之后，那个辣油的味道才会进来。但第一口吃下去，完全没有腥味啊！这个鸭血超强的，超好吃，但有点重咸，鸭血就很重咸了。鸭血一定要配个啤酒或者是饮料，鸭血不太可能单吃或配水。好好吃哦！我今天真吃到太多好吃的东西了，真的没有雷哎。好的，以上是今天的台北必比登平价米其林的试吃。那综合来说呢，我觉得必比登的这一次的12家的新名单，在交叉比对大家也推荐的名单的列出来的这4家，我觉得都很推荐哦。那价格的话，像我觉得阿成鹅肉，还有第一家吃的那个盐仔的那个面摊，都算是很平价。那中间吃的那2家就算是中高价位，就没有到很便宜啦，所以大家就自己斟酌。那这一次的12家的必比登名单当中，还有一家我自己很常吃，但今天没有吃的，我也蛮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兴业小聚的台菜真的是蛮有名的，包括它的猪脚啊，包括它的一些功夫菜。那我要跟大家讲哦，大家如果最近也来吃台北的必比登的餐厅，要有个心理准备，就是一定要排队，然后人会很多，要等一阵子，因为没办法嘛，因为大家像我也是跟风，就跟大家一起来吃，所以大家一定也是要多多的体谅这些店家。以上是这一次的分享，大家如果对台北如果不是必比登的名单也没关系，有任何喜欢的餐厅分享的话，欢迎留言跟我说。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